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我看到有一些观众要求我去说一下这个新的活动，叫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在之前官方推出影片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没有专心听我说话呢，还是什么？所以今天来介绍一下吧，顺便也是补充修正一下我在之前没有说到的东西或者是错误的地方。有观众去问了客服，这个活动是没有礼包的。没错，这个活动是需要你们用宝石去购买刮刮券才可以去完成这个活动。这也是为何今天我的影片标题这样子写，一般的玩家其实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完成这个活动，或者有能力去玩这个活动了，但是大概率应该不会选择这个活动。再说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发展，像上个星期其实已经出现了联盟总动员，我相信有一些玩家可能是用宝石去完成联盟总动员的一些任务，并且上周也有出现统帅转盘，有些玩家已经消耗了宝石在统帅上面。更加夸张的就是上周也是有出现炸弹活动、小锤子活动，还有我还没有说完，也是出现了偷淘宝礼。为什么我的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我真的是在上周把我的宝石全部都花光了所以我认为一般的玩家应该是没有剩余多少的宝石去玩这个活动了，不过我还是要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可能有些玩家想要去玩这个活动。既然都已经说到这个活动没有礼包了，所以你们要自己准备好宝石，又或者是你们要购买这一次的礼包了。在前面我有说过，这一次的活动是联盟活动，那在以往还是有一些玩家会通过这个活动去拿到一些皮肤或者是金头了，那现在其实大多数的玩家都已经不缺金头，可能还是缺啦，但对我而言我是已经不缺了。像我最近才觉醒了菠萝头、艾莉诺还有贝利，但是我的金头依然还有700多颗这个就是单兵种的优势，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这种联盟活动的礼包了。可能官方是为了想要大家在活动的时候去买礼包刺激消费吧，所以才推出了军器刮刮乐这个活动。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和阴谋论啊，实际上官方是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这里画面上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你们可以看到在画面的左上角有军器的选择，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阵型。在右手边就是刮刮券，你们可以自己去购买，然后每买一张刮刮券要消耗50颗宝石，只是购买一张而已。那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如果你们要选择金色的军器，要26个刮刮券，等于说你如果要兑换这个军器的话，要消耗1300颗宝石，是真的不便宜的当然我稍微解说也不能只是说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如果你的运气是真的非常好，有很大可能这个金色的军器它这里的3个系数都是同样的，比方说3个都是骑兵，并且每个词条都超过 2.5% 以上，再加上如果有铭文的话这个活动就非常值得了。但是就如我强调的，你一定要非常幸运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他是已经花光了所有宝石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是看运气的。但是这个活动还是有保底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画面的东西全部讲完。像这个画面上你们看到这个官方所演示的图片，它是拥有1597个刮刮券了，也就是说它是已经消耗了79850颗宝石，这个相当于我们转了2天的转盘左右。不过这个活动总共是可以兑换1600个刮刮券啦，相当于你们要准备8万宝石左右。如果你们有准备好，而且对这个军器活动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啦。OK， 再来就是如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有一些刮刮券它是有演示到它里面的词条是有哪一些的，就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一排有2个工兵、2个骑兵，但是其中一个是紫色的，我相信大部分玩家应该都是不想要紫色的，因为紫色的军器是不能洗练的，再加上你们也看到这边除了2个骑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打野蛮人的，所以没有人会想要这样子的军器。但是可以看到下面右手边的乐器，这个是紫色的，但是它是已经有2个词条是工兵的，也有可能最后一个也是工兵也说不定。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冒险的话，其实可以直接选择最后一个，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词条就是工兵了，也有可能后面2个也是工兵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但是能不能够洗练取决于它有没有铭文。假设没有铭文的话，你拿到这个军器也是浪费钱。但如果你们像我的画面这样子，没有一个军器是你想要的，也没有一个词条是你需要提升的，比方说你想要提升骑兵，但是这边全部都是工兵的话，你可以去刷新。刷新的按钮就在右手边，这里有写一个 free， 你可以刷新200次。但是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说规则了，这个活动总共可以手动刷新5次，5次之后都要用宝石。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把画面上所有的军器都买掉之后就会自动刷新，不会刷新的，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它在规则里面都没有写到。
也是提醒各位，你们不要浪费自己的刮刮券去拿到一些紫色的军器，你们想要什么军器，拿到金色的军器就刮金色的军器就好了，不要浪费宝石把全部都清空。拿到了金色的军器之后就手动刷新，你们可以看到旁边那个旗子，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只能点5次而已哦，5次免费之后刷新都是需要用到宝石，所以这个活动比我们想象中要花的宝石还要更多。刷新就是隐藏开销，我们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你们，不要一看到这个活动就直接把所有的刮刮券都买光了，然后这个活动刷新后面又要用宝石去刷新，但是你的手上依然还有刮刮券没有用完。不过规则中有说到，如果刮刮券没有用完的话，可以保留到下一次再继续使用。那你们如果是打算说这样子我每天刷新5次就好啦，这样又可以使用我的刮刮券，又不会浪费我的宝石去刷新，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想的太天真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有保底机制的，你们看到我的画面上在最右下角有一个箱子吗？这个箱子就是保底箱子，它有要求你至少要在这一次活动要消耗1200个刮刮券。如果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你每一天刷新5次而已，然后你消耗的刮刮券，我觉得可能都不足以完成这么多的刮刮券消耗。OK， 那么就算我完成了这么多的刮刮券消耗的话，这些箱子可以让我拿到什么东西？第一个箱子，你消耗了80个刮刮券之后，就可以拿到保底金色的军器，并且它3个词条都是同个属性。这个是越南官方那边所分享的图片，你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箱子开出来什么东西。虽然系数可能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开出来的三维肯定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不过这个也是针对于你有玩3个兵种的玩家，假设你像我这样子只有玩骑兵的玩家，其实对我而言这个活动并不是很值得因为它这个三维其实也是随机给，有可能是3个工兵、3个骑兵、3个步兵，但它规则有说到并不会出3个工程车，等于说远程玩家玩这个活动其实是不太值得的。如果你是想要通过这个活动去拿到远程的3维提升，但是保底开出来的阵型是你们自己选择的阵型，比方说你选择了拱形阵，开出来的箱子也是拱形阵了。第二个箱子消耗了200个刮刮券之后会拿到4个洗炼石还有其他的资源。第三个箱子消耗了420个刮刮券可以拿到一个传说的军器并且3个洗炼石。第四个箱子消耗700个刮刮券可以拿到7个洗炼石还有其他的资源。最后一个箱子可以拿到一个传说的军器并且获得5个洗炼石。不过你们有注意到刚刚我所分享的画面，军器有分成1跟2，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先说保底箱子里面的军器1，就是3个词条是一样的，3个步兵、3个工兵、3个骑兵，但是规则里面并没有说可以拿到铭文。如果是军器2的话，是保证有铭文，但是没有特别注明是专属铭文、专精铭文还是普通铭文，所以你们就自己斟酌一下这个活动到底值不值得啦。假设这个活动是给我专属铭文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值得，但是它这里并没有特别注明是专属铭文这个会比较让我却步要不要继续玩这个活动。再来下面的规则就是我之前有提过的，你的城市等级必须要8等级，假设你们要换其他阵型的话可以随时更换。这个活动它是有分成颜色的，金色就是金色军器，紫色就是紫色的军器咯。第三个那个又有一点金色又有一点紫色的，也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金色军器也有可能是紫色军器。下面的图片演示就是你已经刮开之后看到的东西，还有你还没有刮开之前所看到的图片是怎样的。当然如果是有铭文的话，其实这里也是会标志出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的右下角它是有一个标志的，这种就是确定有铭文的。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右手边那个有可能会有也有可能不会有铭文。最后一个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比较明白，就是有些军器它会显示说它里面的系数是属于哪一个兵种，有全部演示的，演示一半的，也有完全看不见的。以上就是刮刮乐活动的介绍，如果我哪一些地方介绍错误或者是翻译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至于各位在看了我的介绍之后有什么感想，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不过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啊，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看规则就直接去玩这个活动，浪费了一大堆宝石。为了你们的宝石安全着想，最好还是仔细的先看完我的影片，或者是不要看我影片也行啦，看好规则这个很重要。希望今天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